都耍靓仔哟。在一个很炎热的夏天，5条人突然爆红，临时改歌、夹脚拖鞋、郭富县城、农村拓哉。可是我就有一种直觉，他们身上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风，所以我约了任科和阿茂在海丰相见。早上9点的飞机延误到下午2点，接着改成3点、4点20，最后6点起飞了。到达深圳已经9点，拿行李的时候，突然间说任科也刚刚到机场，而且就在我不远处。是什么？他说在哪儿呢？他在711。711，那不是711吗？看到没有，穿黄色衣服的那个。你看多么特别的见面。对，太特别啊！对对。啊！你延误了多久？我延误了应该有2个小时吧。我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现在。那也太累了。然后我们待会儿说还要坐3个多小时到你们的海丰。对呀对呀，欢迎。我应该开车带你去。我其实很多年已经很少回海丰。我要去经历你们的年轻的日子，好不好？好。你喝酒吗？我喝酒。是什么红酒？我帮你带了2瓶。带2瓶。对对，好，明天见。好，明天见。那今晚好好休息。好，明天把酒带给你。好。哎呦，明天交换。好，明天交换。你看多特别的见面，很帅呀。你听他们写下的歌词，几乎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我想带你到外面逛逛，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你可别嫌弃这辆车太过旧、太过破。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对，但因为箱子有点小，放不了多少，送给张姐吗？你先放这儿吧。好。这是一个老车站吧？这应该是一个，是不是应该荒废的车站啊？Nice to meet you。哇，你好嗎？好啊，你好，又見面了。又见面了。对。哦，你这造型现在是，你知道什么？我想起，最佳拍档。你是说我演那个差婆？ Yes。呀。对，你那差婆。OK。很凶的那个。没有啊，我现在这样很凶吗？不，还好，现在还好，因为你哇，你戴2副墨镜啊？对，因为我想说你们2个一定是会戴那个很黑的墨镜。对，其实我给你准备了1副。真的吗？对，好啊。那我拿给你看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啊。好，走。我们就在这里吗？这个就是你们对当年离开海丰的车站吗？是吗？经常从这里走。经常从这里走。对。可是现在已经荒废掉了。有一个新车站，更大一点的车站，这个太小了。你现在要看一下货吗？对。OK，let's see what's in here。张姐，可以。要不要试一下？很像杀手带的。是。还行哦。可以，酷。可是你这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对吧？什么？没有老花。
哦，明白了。哦，那还是带回你这个，我连什么都看不了。哦，你是加了这个，明白了。我应该再过20年跟你一起带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他还很，好吧，不说了。那这是什么东西？哇哦哦！哦，你原来你画画啊？画画，对，我画的是那个一个关于一个叫疯马酒吧的故事。对，就讲一个人，他去找他朋友，觉得无聊，然后这是火车，这是火车。你知道吗？这个火车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像我们以前的影片，啊，对，哦，对对对，像不像我们的胶片？胶片电影。像一个个故事，然后一个个走。他其实我当时画的是一组那个，哎呀，我很喜欢无字漫画。哎，哇哦！因为我从小画画，我画画很好的，后来就在海丰读那个工艺美术。对。我喜欢你的画。来，这个其实 Oh my god！ OK，这个你是们看到多少？他有多少唱片，啊，各种音乐品种都有，啊，你看 Bob Dylan 这种大牌的都有啦，The Doors，世界音乐也有，自由爵士音乐也有，实验音乐也有，就你们这个东西都非常的冷门的，嗯，你都听得懂它的歌词吗其实？我基本上听不懂，当初最吸引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主么？要是音乐，音乐因为它是直接进入你的耳朵的。music。音乐嘛，直接进入的。说到语言的话，像这种拉加斯坦对，你根本就听不懂，所以它是最直接的。是，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听到的音乐比我们大城市很多的孩子、年轻人听到音乐还多。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香姐，特别喜欢听的你唱那首《春话》。冬天一去，冬天一去。哇，那太久以前了吧？对啊，我你真的忘我了？真的忘了。完蛋了，我跟你讲，不，完蛋了，生意做不成了，这个。接下来我要带你去体验一下海丰的奇特的交通工具。来，喂，好， OK 我们在后面啊，这车。啊，叫我一个人坐这里啊？对，哦，它这个可以啊。哦呀，我们是这样的。对，啊，人可以过来啊。对呀。你付费还是我付费？这个至少要15块钱哦。好贵哦。好贵哦。走。弟弟呀。这个车呢叫 Nexi 不是 Dex，是哦 Nex。 Nexi，为什么叫 Nexi 呢？ Nex 其实它是个动词，就是以前是人力的，所以叫 Nex 哦，Nex。 Nexi 就是踩的意思。我踏入啊卡车街，卡车上去看社会会啊。张姐那个亭子啊，以前呢你是只能看着，为什么呢？因为它那在湖中心的，叫湖心亭啊。啊，只能划船过去。划船过去大家就只好这样站这边看着。对，我记得当时一个学期50块钱。 ，50块钱，捐给这个亭子的。这个亭有我份子。我有我们的共享了。盖了那个桥以后，你们都不去了，都走了。但晚上还挺好看的。对，张姐，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位置吧，就这个榕树下追女孩子，搭讪就是成功了。不是搭讪话，但是没追上。你那个时候追女孩子应该很容易啊。不行，还很容易。跟他讲话的时候，心都这样。蹦蹦蹦蹦蹦蹦那种的。哎呀，实不相瞒，我跟你说，曾经在这条路上，我也是追一个女孩子，带我踩单车，踩过去好不容易，大家停在那里，我赶紧拿个纸条给她，那个纸条也没有写我名字，也没有写什么，写了我的心里话。你太厉害了，我服你。什么都没写。你厉害，难怪你追不上了。我服你。什么都没写。我觉得青春像是一颗原子弹爆发，冲击波，然后带过的所有的影响，就波及到你一生当中的每一天。下山等会到你的。咖啡。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电影院门口来的。哦，你以前常在这儿啊？高中在这读，以前还在这儿看过不少电影，就这些都是一些老县城里面的小巷子、小巷子啊那种啊哈。是你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啊，小巷子。还可以，就是说你到怎么转你都可以，都可以转回去。喝杯咖啡咯。哇，这是朋友开的咖啡店吗？对。哦，OK。
来走啊，进来。我们开始。马票回 ，hello， 回。哎，hello，来哎，long time no see。就我们那个朋友，区500元，国际国际啊，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咖啡厅。哎，久仰。咖啡馆就是我的家，我把家里的书啊、产品啊，我全部摆在那里，放在咖啡馆里面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张图画都是有故事的。就是我看你们的访问，听你的歌啊，你们所有的养分很多都是来自于海丰。你出去之后，你会想在海丰这里待的时候，当时有个距离有距离感啊，有距离感之后，你会有好多东西可以写进去。是，像比如说你们写阿珍爱上阿强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的特别快。当然很快，因为歌词也很少。对，而且很简单。不是哦，张姐啊，有时候歌词短的其实更难写，很难写，有时候。就是你对那个东西是，你觉得就这几句就够了，啊，对不对？对。然后你再要去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都是很多余的。对，你可以加啦。其实我们那刚刚过来嘛，其实忘了一个地方，其实应该带你去转一下。就以前我们跟任科当时认识啊，就是在那个音乐会认识的。对。就是你。哦，对哦，那音乐会那当时应该有什么照片吧？你有照片吗？有。等一下，我问一下。哎，郭先生，也小平有吧？20有吧，用20的記錄吧你看光睇啊。哇。他有哎。国庆对500元先生，他就保留了以前很多东西是。以前我们那在音乐会里面的一些照片，可能我都没看。500先生。我来啊。对。我来看一下。我要看这个，看16岁的我。哇塞，这个，当时我也很年轻啊。阿妈很帅的那时候。看一下。这是谁呢？哇！你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婴儿肥啊，他还当时发育未成熟的。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同一个 band 吗？不是同一个乐队，对不对？不是，这也是我们。到后来我反而去找任科借了把吉他。哇哦！哇！这是我，你看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个造型。海丰县图书馆。Welcome to my our stage. The stage. Yes, stage. 你们当年最光辉的这个就在这里吗？对，这就舞台，然后观众就是一群，观众全部在这里。我觉得当时流动很多人来来去去，估计有1万人来在场，真的。我觉得6万差不多。不是不售票的，就过年。刚刚在门外啊，他们两个就在一直跟我吹牛，他们2004年曾经有一场很精彩的演唱会。这可是海丰县城建成2000年来的第一场原创音乐会，原创的演唱会，摇滚。2004年，离开现在也10几年了，这是他们的场嘛啊。首先，请你们两个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二位。那你这是一种先来了。复口本，是我们第一张唱片的唱片设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吧。里面有很多惊喜，但这张唱片已经绝版了。我根据里面的内容来做自我介绍。好，来，姓名任科，别名任科托拉夫斯基，特长很多，不良嗜好基本上没有。自我检讨，绝不检讨。挺酷的，很好。轮到你，整个舞台交给你，我在那里看着你。我，姓名胡茂涛，别名茂里。与乐队的关系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干过的职业是看过店、走过鬼，文化程度
我为什么要填秘密？我在想这个时候，我明明就是高中毕业啊。我在我乐队，当时我们的乐队里面的学历是最高的，我记得。我现在改过来哈，是高中。婚姻状况，我差一点点就结了，我那时候写。咱们带你去吃点好吃的。张姐啊，你坐这边吧，好不好？我坐这边吧。哇，还有扇子。哎呦，我刚才，哇！你觉得海丰县城如何啊？我觉得好像来度假的感觉。哦，对，我终于把墨镜摘下来了。阿茂摘下了眼镜，然后跟我说了很多他青春的故事。10年水流东，10年水流西，流完几年行不行？其实我初中成绩还不错的，是。然后后来慢慢的接触了，其实是最早还是接触摇滚乐的时候，是一下子就迷上了，就打开了，爱到不行的那种，就导致于后来我高考是彻底就是一塌糊涂的，我也不想复读，就最想的还是去广州，就听到更多的音乐。我也是从台湾，然后台湾就有机会到了香港去念书，然后我就去了美国。OK。那个时候我很爱穿迷你裙，然后我头发都留得跟我裙子一样长，然后我妈妈就很不喜欢，然后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很自立、很独立，所以我13岁就开始出来做事。你太酷了，13岁就开始赚钱。对啊。你像我，你这说起来有点惭愧，考高中的时候。还有我爸，花好几千块钱去，花几千块，所以我其实跟你一对比，我觉得是很惭愧的。可是你要知道，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独立啊。对，但是这个，这真的，我觉得我自身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是从小就是什么顽皮，打闹打斗，就是真的就是。野孩子那种的，导致于我的一个缺失就是没看那么多书，因为人科很明显，他就喜欢阅读的。你用电影来补啊，你用旅行来补啊。我知道你的意思，确实是有，肯定有，包括生活也有，就是你生活教育你吧，是吧？比如你在摆地摊那几年，他确实也学到东西。介绍一下，尚伟靓仔，小黄。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谁没为梦想疯狂过？青春就像一位梦想家，梦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虽然疯狂，但就是这样，不要在乎烦恼。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活法，为梦想付出的代价都是疯狂的。宁弃白虚功，莫欺少年穷。宁弃白虚功，莫欺少年穷。这边纠正一个错误啊，我是海丰靓仔，不是尚伟靓仔。太酷了，太酷了！我觉得啊，你啊，技术比我厉害多了，很好，真的很棒。时代变了，还有时代变了是吧？当然是没办法跟您直言比较。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技术你确实，我是说你的技术确实比我好。因为现在嘛，我们家庭条件也好了。假如说呢，我现在想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我一查就有了，就不像之前那样，我要去买一张碟片，甚至可能整个海陆丰也没有这张碟片，是感觉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些时代上的区别，人们可能就更加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东西。你13岁，这是你什么时候写的这首歌？
我写的时候呢，是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在家里面闲着也没事，我就翻了一下我之前的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当时5年级的那个夏天，感觉这段回忆是很值得我去怀念的，于是我就开始写歌。张姐，我发现一个问题很重要啊，她讲话什么的都比我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会讲得多了，她好厉害啊。他很清楚说，其实他很珍惜你们的青春，他觉得你们那个时候比较辛苦。那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海丰，然后去寻找。你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向往说，哎呀，我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去听更多不同的东西，或者是看不同的东西呢？如果去大城市发展一下，见识更多那些知识啊、音乐啊更强的人，我认为是对我们学习音乐有很大帮助的。接下来，虽然他们一直表示念回自己年轻时候写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你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并不只是那个文字，是那个事情跟那个人跟那个时候那一刹那的一个画面，那曾经发生过，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是最美的。如果它是个包袱的话，让它是一个美丽的包袱。我现在不会起鸡皮疙瘩了。对，来，就是你了。OK， 好，开始啊。昨晚被雷声吓一跳，天好久没有这样大发脾气了，也许是为了吓我吧，还是点，反正我不怕，我也不必怕。中午和阿叶去吃了一个午饭，然后就挥别了我父母，就坐上了往广州的快车。从第一次到广州，我就喜欢上它了。广州是我向往，也是我的理想。哎呦，起鸡皮疙瘩！那时候，我这一次去，一定要好好去自学，好好的把握这一次机会。我不会让广州来支配我，而我会去更好的去配合你，广州，就那种感觉 ，I'm coming 那种。我雄心万丈。对，我不行，张姐，我得戴一下墨镜了，有点尴尬，有点太尴尬了这个。不会，你的父母知道你要离开吗？他中了。那家里有没有塞钱给你说？我记得是有给了200块钱。我那个同学还借了一点钱给我，也没钱了，当时就你当然你就不管了，你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啊，应该走出去，你去见识。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音乐，你要就是听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处于一种很饥渴，你想去了解更多的东西。那你父母那个时候对你做音乐有没有任何的？他父母肯定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当饭吃啊什么的，你还是最好去找份工作的那种。他们现在怎么看你们现在的成绩？就说到这个，我爸自豪得很，我妈妈也是肯定了，这不用说了。而且我发现我爸有可爱的一点，就应该是我们真的就是火了之后，亲戚的小孩就看到我爸说，哎呀那个说呀，王千大和那个很红啊，很火啊。哎呦，他那时候得意的不，他很谦虚，其实内心得意，就是那个表面上很谦虚。哎呀，没有啦，还好啦。我说你那个时候应该就表现出来，对他很厉害，就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那对不？我说你不要那个少买啊。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凡尔赛宫啊？凡尔赛宫，对呀，就叫凡尔赛，这叫凡尔赛是吧？我放一下这个吧。是。OK， 酷，这个酷。 Oh my god！ 这当时是我哥当时从广州，他买了一饼这个磁带嘛，就带回来。我一听，哇塞，他当时接受不了，我印象很深的。那我说你给我吧。我一听我特别喜欢的，我是喜欢到不行的那种。就这个声音是新鲜的，
就这个声音你一听，而且你看唱腔这么唱歌的那个时候。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阿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子？是阿珍在这里，阿珍，哦，这是阿珍带过来的。嗯，对。但这个阿珍是个男的。你看阿珍，这阿珍是个男的。那阿强，原来是个女的。就这个真是个男的，都有可能啊。Everything is possible. OK。这个真呢，我也是久仰大名啊，第一次见面今天。之前是他曾经替我们去那个成都迷笛领了一个奖，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阿珍居然是个男的。你好好解释一下今天，来 ，please， 来欢迎阿珍。大家好，我叫曾强胜，是一名来自武汉的小店店主。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来海丰？肯定是因为五条人。现在是正月初7上午11点，我打算马上骑车去海丰的，计划是正月15到。路途漫长且艰辛，让我们路上见。我第一次知道你们是因为我的合伙人，你们来武汉的每一场演出，他基本上都会去看。我喜欢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歌曲，它能让我一下子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状态非常不好，但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至少在听到你们歌曲那一刻，我是开心的。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记者采访，问你们这些年做音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你们说没什么坚持，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因为今年实体店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我热爱我的事业，并且坚信我们能熬过这个寒冬。已经是凌晨4点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去店里了。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精神抖擞。我觉得青春就是敢爱敢做，青春无悔。嗨，你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阿郎的故事》里的周润发？对，我应该载你去逛逛哈。你要载我去逛逛。对。你昨天陪妈妈去买眼镜。对，买眼镜，我给她配了个眼镜。是啊。她配一个可以看近视眼跟老花的一起。一起的，对。这是你常来的地方吗？因为我家就在这边。就在这个附近吗？对。走路到镇上好像也就10几分钟。哦。对。你还记得这条街吗？记得。这街上还是很熟。你觉得这里的人他们会记得你吗？不记得。小时候很小就走了。很小就走了啊。小时候我就从这里去上小学，从这条路。啊，小时候感觉走好久。来了，到了。可以，走吧。好不好？我胖谁？这个大伯。大伯好。哇，还不错。很棒哎。哦，这是许佳梅。
然后邻家人画竹，而许家没邻家竹，有这样的说法。我小时候也学画这个，好安静，好安静，很舒服。这个就是旧的，还留下来的旧的啊，哇，这个也很酷啊，很酷很酷。我从风马村回来，整个人感觉被人打了一拳。野草已经长到1人高，鲜花已筑成塔。当时我的家乡有街道、商场、学校、政府、医院、烈士陵园、溜冰场、酒吧、人，各式各样的工厂，一条母亲河，几座山，一片海，1-2家电影院，一个车站，几个好朋友，点点点。当然喽，还有初恋。后来，我终于寻到了一条出路，编了几个借口，让家人放心，自己心慌慌地离开了县城。离别时很遗憾没有用到家乡的车站，因为我是在路边拦的车，一辆长途汽车，名字叫红尘快车，售票的是同学的哥哥，他免费带我走。当然了，初恋也一直没有出现。你知道我第一次出去，身上带100多块钱，而且你知道我那100多块钱哪里来的？把我油画颜料卖给另外一个画油画的人，然后就走了。走了。你走的时候爸妈知道吗？知道。也没有说给你点。最酷的是说，我临走的时候，他给我拿了一袋香蕉。后来我到了广州，我才知道粤语，呀，鸡巴雷，就叫你吃自己，叫你要靠自己的意思。我恍然大悟，对吧？酷吧？我记得以前刚离开，就我17岁离开家里去广州，一开始比如1周给他打个电话，就我跟我爸聊得很少，我跟我妈聊天聊很多。然后有没有讲你小时候的事情？或者也有。可那些事情你都记得吗？记不清楚。但因为我妈是那个裁缝啊，她会做衣服。我记得她给自己做了一件红色的那个，我就注意到街上的男人会偶尔看一看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就是别人说她长得像王祖贤。哦。对。那你应该是像妈妈比较多喽。没有，爸也长得很帅。也很帅啊！对，哇哦 ，OK。爸长得很帅。其实我很想听你跟我讲，你觉得你将来的老婆是什么样子？你觉得？Yes。没有，我的好奇并不在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来访问你们，谈你们怎么写歌，怎么广州怎么打拼啊，这些东西都听了很多。可是你们不可能就只是这些嘛，对不对？所以我才问你说，你将来你想象中你的家庭生活会什么样子，或者你看看你父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不要结婚，或者是maybe。以前我是不怎么想聊这个问题的，就是我的观察，就是我发现，比如从我父母，我觉得也并不，这个婚姻生活也并不好，观察身边的，好像也没啥好的。我不是所有啊，我是说大部分人都在这个环境下，
泡着，这样想想觉得没什么意思吧。但是呢，我现在不是这么想，我现在觉得，有那个萧伯纳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想结婚的就去结婚吧，想单身的保持单身，反正到最后你们都会后悔。我从风马村回来，整个人感觉被人打了一拳。感觉像被人打了一拳。接下来呢，我要隆重请出一个，因为这个人其实我很感兴趣，罗福星。OK， 我的青春文本是不同时期的一个照片。好 fashion。对，这个是我09年的，在农村里面。城里的一些哥哥姐姐，他们是一个这样的发型，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很时尚，然后我也去摸着头发自己瞎弄。第二张我已经从农村进入到城市，顶着一个这样的发型在街上走，我时不时我能听到带一种侮辱性的一些话语。经常遇到这种事情，我可能也会很快速的，就是回到工厂里面，我可能就会把发型可能会洗了，然后就早点休息，因为我明天我还要赶着上班。最后一张照片，到了这个时候，要么留头发，要么吃饭，那么我肯定是选择后者，吃饭。那么我就把头发剪了。对，今天的状态我就是可以留头发，也可以不留头发了，因为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已经想清楚了。当你梳成这个发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真正的你，还是洗完头的那个你是真正的你？但我觉得这个发型已经成了我一种保护伞，就好像一个盔甲一样。因为要被看见，其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说在起点就是我从农村来到城市，拼搏，去到远方打拼。但是我更希望我自己是留在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留在那里的原因是，我觉得是因为有爱，有家庭的这个爱。我是很想回去，我是回不去，不敢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没挣多少钱嘛。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家，对，有时候流浪久了，可能风吹雨打久了，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疗疗伤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就有个避风港。我叫张国兴，设计过几张唱片啊，其中就包括《五条人》第一个和第二张。最近呢，就在海丰开了一家很有县城特色的咖啡馆。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文本呢，是记录着我高三时候的一个复读的一个状态。1997年之前，澎湃中学的学生乖得像兔子一样。初一到高三，我在那里读了6年。考美院落榜之后，我过红尘中学复读。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这个词毫不客气地将高考失败者们往水深火热的悲壮里又推进了3次。不过我来到红尘中学之后，我发现这里的情况跟我想象的有所不同。一开始我很不习惯这里。慢慢的，我发现这里到处爆满着野性。海丰县尚未正式通车的2环路上，如果你曾经见过一位少年骑着一辆26寸永久牌破单车，像神经病一样在那里长度10公里的水泥公路上一圈一圈不团兜兜转转的话，无需怀疑，那个人就是我。其实我出去读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又回到了海丰。我在同一个地方流浪，
你在同一个地方流浪？对，我一直在流浪。可能有些人他脚迈出去了，他心还在待在一个地方，他的爱好、他饮食习惯还是在陆丰、海丰、广州的话，其实他的世界还是挺小的，不管他去哪里。对，就像很多人出去旅游，其实他并没有出去到旅游。对，所以他只是到那边去打了个卡就回来了。对，其实我们在原地，可能我们阅读很多东西，也算是一个环游的世界。有去你的咖啡厅啊，我感觉到那边好像是聚集了很多都很喜欢艺术的朋友。几乎所有在海丰喜欢玩音乐的、玩艺术的，都会在你那里出现。对，很多朋友愿意去那里，就像去我的家一样。上一次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为什么海丰有5条人嘛？然后我你跟他讲，其实海丰还有8条人，你知道，就他们不知道而已。还有另外2万条人。对，好几条人在那边。其实我在《先城记》里面有写了一句话，叫做“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当时我们到处都写的都是立足海丰，放眼世界嘛。我到时候为了唱了一个反调，就反着来。我说不是海丰出了5条人，而是有了这么一个高度以后，再写海丰的东西，然后才产生的所谓现在的5条人。所以，这个世界才是决定了五条人现在的成绩。这是他们的最原始的东西。对，其实你站得高一点，然后看得细一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当时的离开这个很偶然的离开，就是有了这个高度。我这2天也在跟他们讲，我说你要知道你要谢谢海丰，因为海丰没有，所以你才会要出去。我感谢我爸。感谢我爸的一无所有。那你这么说，我还要感谢我爸破产了。一切都是正好。春天。到处都是幻想，到处充满花香，人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你我又见面，在那炎热的夏天，你穿着红色的裙子，看起来特别漂亮。哦，秋天。任科和阿茂跟我说，海丰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要往外走。但是他们身上的野性，那种不受牵绊的灵魂，都带着这里海丰咸咸的味道。他们的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离开不一定是为了归来，不管你走得多远，你身上的气息还是来自家乡的风。在我10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经营过的餐厅、发廊、卡拉 OK 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家人连夜跑路，离开了捷胜，来到了海丰。秋天。对我爸在电视上如果看到我读这段的话，有怪莫怪哈。你就当我在写小说好不好？地上落叶一片片。然后现在每次回来感觉是？我还是很喜欢回来海丰一段时间，主要是我父母。父母在我妈妈煎的2条鱼很好吃。我很喜欢我妈妈，妈妈煎的鱼比较好吃。我还没吃，但是没办法，这个我可以肯定告诉你，肯定比他们好吃吧。一模一样。离开海丰的时候，飞机又延误了。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趟旅程十分值得。其实我觉得你是可以回去的，你绝对是可以。哇，你那么要面子吗？每一次旅行的时候，我都带着我爷爷的身份证。等于说你带着他一起出去旅行了。对对对。春天。我在海丰有了新的朋友，而且更清楚地明白了5条人的魅力是什么。还是那个春天。令人心动的
不是夹脚拖鞋，不是面孔，也不是话题，而是他们真实的情感。他们每一首歌都是他们的生命，有过去，有现在，也期待着未来。很可惜，初恋还是没有出现。春天。我觉得青春就是不会去想青春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青绿色的春天，一切正在生长的事物，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它都是属于青春的。在我的世界里的话，就是我结了婚了，我现在想做什么都不能义无反顾的去了，要考虑到家人了。我觉得青春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翘过的课吧。我现在想回学校读书，很想。我想唱一句歌词，青春真可愛，青春。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哎，如果那时候叫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个先？VIP 会员们积分享惊喜彩蛋，更多高能片段等你解锁。感谢爱回收的支持，放心烂手机就找爱回收。上微博参与念念青春官博联合微博纪录片的青春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什么？互动征集活动，赢节目惊喜周边。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回来当一个钢琴老师，有时候你写一写，尤其你念一念，这世界上一定不会是只有你孤独的。你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你要跟我讲再见？